我經常都收到觀眾問我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啦 ，Ring 我要有幾多錢先可以夠退休呢？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啦，我呢個年紀應該儲到幾多錢呢？哈哈，我覺得咧大家對 Ring 嘅期望咧實在非常之高啦。咁你哋咧要 Ring 做埋呢個智者咁嘅角色啦，即係同你哋去分析。等我諗一諗先，俾到嘅答案就係、我都冇答案。係啊，我認真㗎，真係冇答案。因為咧，呢兩個問題取決於三個重要因素。第一就係你嘅年紀係乜嘢呢？第二，你係想咩時候退休呢？第三，你想要嘅退休生活係好富裕豪華咁樣，每日喺度坐遊輪啊、打歌花，定係咧你諗住係好簡樸、清茶淡飯，去下公園晨運咁樣退休呢？咁因為咧每一個人嘅情況同埋標準都唔同啦，所以咧我就唔可以好簡單咁樣咧就咁俾一個數字就答到你呢個問題。不過咧，其實我自己係贊同你哋去主動揾呢個答案嘅，因為咧咁樣你先可以計劃到你嘅退休，整理好自己嘅財務。所以咧，雖然我就冇一個特定嘅數字可以答到你，但係咧今集我都準備咗咧答案去解答你哋嘅呢兩個問題。今集嘅內容咧，我就會話俾你聽，喺20歲、30歲、40歲、50歲同埋60歲嘅時候，你應該儲到幾多錢呢？同埋亦都會話俾你聽點樣可以儲到呢啲錢呢？當中咧會包括一啲公式同埋一啲建議嘅方法。如果你想支持 Ring is Here 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開戶連結，裏邊咧包括加密貨幣啊，或者股票買賣嘅戶口，而呢啲開戶嘅連結咧都有一啲優惠嘅。仲有要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啦，同埋訂閱。好，喺你要計下你要儲到幾多錢之前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數字你要知道點樣計，就係 net worth 啦。即係你個人資產，冇錯，就係你成日喺出面咧啲報紙雜誌聽到講邊個名人啊，李嘉誠有身家有幾多啊，Forbes 裏面咧邊一個係富豪排名第幾位啦，就係佢哋講緊嗰個 net worth。要計算你嘅資產咧係好簡單嘅啫，你嘅資產 asset 就等於你所有嘅投資啦、退休金戶口裏面嘅結餘，例如 MPF 嘅結餘啦，你嘅物業啦、土地啦、金銀珠寶啊、鑽石啊、現金啊，所有有價值嘅資產咧加起嚟，你有個總數之後咧，你就減去你嘅 liabilities， 即係你嘅負債啦。咁負債可以好多嘅都。例如你個學生貸款、信用卡貸款、未供完樓嗰啲貸款，即係 mortgage、卡窿啦，同埋你借咗屋企人嘅錢啦，或者係你同朋友食飯，未俾翻飯錢佢啦，呢啲全部都係你嘅負債，除非你真係打算唔還錢嚇。咁扣除你所有嘅債務，依家咧你應該有一個總數噶啦，呢個總數咧就係你嘅 net worth。你嘅身家，咁呢個數咧可以係正數，可以係負數啦。如果假設你真係負數、負資產嘅話咧，都唔需要氣餒。我一陣咧會話俾你聽一啲方法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如果你係正數嘅話，呢個數字又係咪達到標準呢？咁咧我都會俾一啲答案你。不過咧，我想話咧，一陣我同你哋講嘅數字嘅建議咧，就唔係一個絕對嘅答案。就算你係20歲，都可以實行30歲嘅計劃。你絕對可以做一啲咧，進行下一個階段嘅計劃。好，20歲嘅你咧，你嘅 net worth 好可能咧係一個負數嚟嘅。就算你係正數嘅話咧，都唔會多，除非你係富二代、富三代、富四代嘅人嘅子子孫孫啦，咁就個別例子噶啦。所以咧，我就唔會俾你一個標準嘅 net worth 嘅數字。咁喺20歲嘅早期咧，好多人都係啱啱踏入社會啦，大部分咧都有孭住學債嘅。咁20歲嘅時候咧，我會建議你做好3個重點。第一就係建立一個良好嘅儲蓄習慣。你嘅目標係先要儲到6個月嘅緊急備用金，而呢啲緊急備用金咧喺非緊急嘅情況之下咧就唔可以用呢筆錢嘅。緊急備用金咧即係你嘅6個月嘅生活費。第二個重點咧就係要達到零負債啦。我會建議你盡早還清你個學生貸款，同埋建立一個零信用卡嘅負債嘅生活習慣。即係簡單講句，月都要清到個卡數佢。咁你可能就會話啦，咁低嘅學債利率啊，如果我真係要咁早還晒，咪好笨？咁我想話咧，除非你真係有更好、更穩健嘅方法去利用呢一筆貸款，但係相信你呢筆貸款理應係攞嚟交咗學費，係咪？如果你冇其他更好嘅用途，呢個學債我都係建議你盡早還清。咁我呢段影片咧就有教過乜嘢係叫壞嘅債務，乜嘢係叫好嘅債務㗎啦。如果你想知多啲嘅話，可以 click 一 click 去學一學。第3個重點咧就係每個月要儲到咧30至50% 你嘅收入。咁我呢度咧整咗一個表格㗎啦，清楚咁樣講出咧你每個月嘅儲蓄比率咧同埋你工作年期嘅關係。簡單講句，你嘅儲蓄比率越高，你就可以越快退休。
如果你係可以做到儲到50%至70%你嘅收入嘅話咧，你更加可以成為咧提早年輕退休嘅一群。雖然我明白咧好多年輕人啊同佢嘅同輩朋友咧出嚟 gathering 嗰陣時咧會有機會花費更多錢啦。咁以前咧我都自己親身經歷過，有唔同類型嘅朋友之間咧，佢哋會比較身上面嘅名牌物品啦，或者你去咗邊度 staycation 啦。咁其實我會覺得咧，你就唔需要感到壓力嘅，亦都唔需要逼自己去迎合佢哋。問一問自己，我哋有冇必要活喺別人嘅標準之下呢？唔好以為 IG 啊 Facebook 嘅相咧就係真實嘅生活。咁當然啦，如果你 follow 咧Ring is Here 嘅 IG 同 Facebook 嘅另外計啦，咁我都好歡迎嘅。少啲用 social media 可以少啲睇到其他人嘅相，同你自己作出比較。如果你真係有啲朋友因為你唔中意花錢去啲名牌子或者去食貴嘢嘅時候，而去睇你唔起嘅話，我覺得你應該要考慮一下你自己需唔需要去識過另外一啲嘅朋友呢？好，去到30歲嘅時候咧，你依家應該開始事業有成噶啦，亦都有一定嘅儲蓄能力，所以咧應該累積咗咧嘅財富都有一段時間啦。咁根據呢個基金公司嘅建議，30歲嘅時候嘅你咧，你嘅資產或者係儲蓄咧，應該係達到你年薪嘅1倍。假如果你嘅年薪係60萬嘅話，你應該係有淨資產60萬。如果你喺35歲嘅時候，你仍然有好多負債，或者你係從來冇儲過錢嘅話，唔緊要。我覺得咧過去咗咧都已經成咗事實㗎啦。我哋應該咧反而係放眼喺由聽日開始，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咁所以咧，我一陣會俾一啲重要嘅建議你哋。不過咧，首先咧就係你必須都要重新思考你嘅理財習慣同埋花錢模式係咪正確啦。我會建議30歲嘅你咧會做好以下幾點。第一就係達到零嘅壞債務。當然啦，如果係可以幫到你滾存更多收入嘅所謂嘅好嘅債務，或者係一啲極低息嘅房屋貸款咧，咁係另行別論嘅。我喺呢個影片咧就教咗咧還清債務嘅一啲技巧，你可以咧喺度學一學。30歲嘅你咧可能就會話啦 ，Ring， 我上面又有爸爸媽媽，下面咧又有仔女，或者咧又要準備結婚，又要買樓。咁壓力係非常之大，我點樣可以好似20歲嗰陣時咁樣儲咁多錢喎？咁如果你真係打算買屋同埋生小朋友嘅話咧，我會建議你將你嘅儲蓄咧嘅比例扣除開支之後咧，由20歲嘅時候嘅50% 減至去20%。另外，如果你發現自己對依家嘅工作開始感到咧冇乜趣味，亦都失去咗動力嘅話咧，其實我會建議你喺30幾歲嘅時候咧，就要考慮需唔需要轉換工作或者轉換環境啦。因為咧40歲之後咧，其實好多人會有更多嘅負擔，所以咧要轉變其實係唔容易嘅。對我嚟講，繼續去做一啲自己冇熱誠嘅工作，可能只係會浪費你嘅時間，長此落去咧，會更加令到你嘅工作表現受影響。工作表現唔好，當然你將來嘅回報都係有一個唔好嘅影響。第四，頭先我都講咗啦，喺20歲嘅時候咧，你應該已經儲咗一定嘅本金同埋一啲應急基金，所以30歲嘅你咧，你可以開始投資噶啦。2個投資嘅守則咧，你一定要學識。第一就係利用複息效應 （compounding interest） 啦。咁我喺度咧，假設你將你嘅資金投入去風險較低嘅大盤指數 ETF， 咁例如我成日提及嘅 VOO、SPY 等等，佢哋嘅平均年回報咧係8.5%。我以呢個數值去計嘅話咧，假設你每個月嘅儲蓄係4000蚊，而 VOO 咧就係每季派息嘅，去到60歲嘅時候咧，用呢個 compounding interest 嘅計算方法，你會得到652萬。相反，如果你冇將呢個資本利息再投資，即係冇做 compounding interest 嘅話咧，你淨係會得到咧145萬，兩者嘅回報相差係高達349%。咁呢度亦都話咗俾你聽啦，時間同紀律咧都係直接影響到你退休生活嘅重要因素，而儲蓄計劃咧係要越早開始越好。第二個好重要嘅投資概念咧，就係你必須要明白風險同埋回報係成正比嘅，控制到風險就等於控制到你嘅回報。如果你做得太多嘅短線炒賣，甚至咧壓高注碼咧喺一啲高風險嘅股票同埋資產上面，呢個動作就等於同自己講，我要喺短期之內咧獲取一個高嘅回報。其實咧呢個説話咧，如果你聽翻起上嚟咧，似唔似好似係入緊賭場咁嘅説話咧？世界上咧冇一個穩健嘅投資咧係可以喺一個短期裡面咧俾你一個
高嘅回報，分散風險咁樣投資喺唔同嘅資產類別上面，例如股票啦、債券啊、房地產金等等。尤其是要控制咧投放喺高風險嘅資產上面嘅注碼。咁我自己咧做咗好多唔同嘅股票投資教學㗎啦，你可以入去睇一睇。好，去到40歲嘅時候咧，如果你有跟隨我頭先講嘅20歲同埋30歲時候嘅進度建議咧，你將20% 至50% 收入儲起嚟的話，再投入去一啲低風險嘅大盤指數嘅 ETF， 去賺取一個7至10% 嘅 compounding interest 嘅回報咧。40歲嘅你咧，你嘅理想資產淨值咧，應該已經達到你年薪嘅3倍。咁喺49歲之前咧，更加可以高達5倍。40歲嘅你，你應該要知道，其實你嘅年收入咧，應該係比20歲或者30歲時候咧更高。你嘅事業咧，開始俾你一個更大嘅回報。而人工咧都比20歲嗰陣時咧高出好多㗎啦，所以如果你願意維持同以前一樣嘅生活水平，你嘅儲蓄金額咧應該係可以維持到大約20% 左右。有啲人咧因為加咗人工，甚至可以儲到更多嘅錢添。除此之外，以40歲嘅你嚟講咧，你嘅日常開支同埋事業發展咧，大約都係定咗落嚟㗎啦。咁你可以咧問自己2個問題。第一就係你每年嘅總支出係幾多呢？第二，你想要嘅退休生活係點樣呢？係想同而家嘅生活差唔多啊，定係你想要更簡單節儉嘅生活呢？40歲嘅你應該要決定呢2個重要嘅問題。喺度都要提一提你哋啦。退休基金嘅金額總額咧，係等於你嘅年度生活支出費乘以30倍，即係話當你嘅資產淨值儲到去呢個數字嘅時候，基本上咧你就係唔需要再工作，而一筆錢咧可以夠你生活咧另外30年㗎啦。咁同我頭先喺30歲時候咧講嘅算式一樣啦。40歲嘅你咧應該繼續保持投資目標，仍然係咧年回報7至10% minimum， 亦都咧要繼續管理好你嘅投資風險，做一個平衡嘅 portfolio。除咗你嘅緊急基金同埋保留一啲 cash， 一啲所謂嘅額外嘅流動資金之外咧，為咗要跟得上呢個退休基金金額，即係30倍嘅支出嘅要求咧，你應該係要有大約70% 嘅錢咧投資咗喺穩定嘅資產上面，而你亦都可以咧按自己可以承擔風險嘅程度咧，訂立一個穩健嘅多元化投資組合。咁頭先咧我已經提過唔同嘅資產㗎啦，再好好咁樣利用複息 compounding interest 嘅力量咧，幫你嘅資本增值。所以可以話，如果40歲 on track 嘅話咧 ，money is working for you now。好啦，如果你真係40歲，但係你落後咗喎，你仲未儲到年薪3倍嘅資產，咁點算呢？如果你仲係45歲之前嘅話，最直接嘅方法咧係通過多元化嘅投資組合去增加同埋增長你依家嘅資產。但係咧，如果你係已經超過45歲嘅話咧，比較理想嘅方法咧係增加你嘅儲蓄嘅比率啦，減少開支，或者係加長工時，甚至係透過自己嘅技能咧做一啲副業 side job 去增加你嘅額外收入來源，而將你嘅收入咧持續投資喺咧中度至低風險嘅資產上面。好啦，去到50至60歲啦，50歲嘅你咧，你嘅理想資產淨值咧應該已經係達到年薪嘅5至6倍啦。如果你已經係50歲，亦都達到呢個數字嘅要求咧，你基本上已經係 on track， 係一個好好嘅位置啦。你嘅退休生活咧有一定嘅保障，而去到60歲左右啦，你應該按自己嘅退休生活嘅模式咧去訂立你嘅資產目標。頭先喺40歲嘅時候，我已經提過，你要問自己嘅其中一個問題，就係你未來嘅退休生活嘅標準係點樣呢？如果你係屬於一個低物欲嘅簡約生活咧，你個淨資產應該係你年薪嘅8倍左右。但係如果你嘅係一個高物欲嘅花費式嘅退休生活咧，你個淨資產應該要達到你年薪嘅11至12倍嘅金額。咁同一時間啦，隨住你過去幾十年咧嘅儲蓄咧，都幫你繼續用複息嘅效應咧，幫你繼續滾存啦。咁頭先提過嘅退休金額係年度生活開支嘅30倍，所以扣除翻通脹或者你啲現金貶值嘅因素咧，如果你每年喺呢個退休金額裏面攞4% 嚟做生活費嘅話咧，呢筆錢咧應該足夠可以令你咧花30年而唔需要再工作㗎啦。即係話，如果你60歲退休咧，呢筆錢可以夠你用到90歲。咁我頭先咧就俾咗好多數字你啦，咁你可能就會問啦，究竟要有幾快嘅速度咧，先可以儲到呢筆退休嘅金額咧？冇錯，一般人嘅諗法咧都係諗你人工越高，
你咪越儲得多錢咯，咁咪越快可以退休咯。咁如果你有咁嘅諗法嘅話咧，我可以同你講呢個想法咧係錯嘅。咁我以前咧喺銀行做嘢嘅時候咧，啲同事都可以叫做全部都係高薪一族啦。但係事實上咧，當中有唔少人咧都話佢自己咧冇能力退休嘅。其實呢個係同物慾同埋你自己個人嘅生活模式咧係非常之有關係嘅。喺銀行做嘢，可能平時做嘢太辛苦啦，咁放工又要食得好喎。咁我以前當然都有見到唔少嘅同事去 show off 佢自己個名車啊、跑車啊咁樣啦。咁佢哋一年可能都至少要出國消費幾次嘅。咁同事之間又會互相比較喎，例如可能要比較下一啲名牌嘅袋啊、衫褲啊咁樣啦。咁去 IG 打卡又唔可以太 cheap 啦。咁有啲人就會去下酒店 staycation 啦。但係我見到最大嘅原因都唔單止係消費嘅模式上面，最大嘅原因係佢哋有一種觀念，就係佢哋認為咧，佢哋自己人工高、福利好嘅同時，佢哋都好想自己下一代子女咧都會好似同佢哋一樣，成功咁樣成為一個高薪族啦。咁於是咧，佢哋就會花一切嘅能力、大量嘅金錢去栽培佢哋嘅小朋友，目的咧就係想將佢哋咧送去名校或者一啲國際學校啦。結果咧，佢哋嘅所謂嘅退休基金嘅數值，即係話支出嘅30倍咧，呢個數係大到係遙不可及。所以咧，好多所謂嘅高薪族咧都話佢哋自己退唔到休。咁呢度咧，我都想同你哋講，其實我就唔係好太同意咧上面我俾你哋嘅公式，即係1倍、3倍、6倍、10倍等等嘅呢啲資產淨值公式啦。咁呢個公式咧，我可以話係合理，但係咧我就唔贊同你嘅退休生活係基於我哋可以賺到幾多嘅年薪。退休嘅公式咧其實係非常之簡單，公式咧就係等於被動收入或者非工資收入大於你嘅日常支出，就係咁簡單噶啦。所以咧，我認為最重要嘅係我哋應該點樣學習去以更少嘅錢而去活得更加快樂呢？第二就係學習通過幫助其他人、貢獻社會嚟賺取你嘅收入。我個人認為呢兩個因素先可以真正決定到我哋退休之後嘅生活嘅質素。好，呢度都可以留言話俾我聽，你覺得要有幾多錢你先可以足夠去退休呢？而你覺得你而家儲到嘅資產足唔足夠令你退休呢？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